有个人可以那么爱他，甚至可以为了他欣然赴死，而我这一世都不会遇到这样的人。可那时我遇到了你，你许诺会给我一点点的喜欢。你把你的糖分一点点给我，我把我的一点点喜欢分给你。那只是我的无心之语。我知道，只是多年后重逢，见到了你对谢雪晨的爱与付出，我才明白，我到底错过了什么。南虚月，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吧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喜欢上的是你这个人，还是喜欢你对另一个人的深情与无悔。所以我想我也该走了，试着远离你和他，看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他，走走。你我心虚什么呀？听到了多少？不多。从你说喜欢他那句开始。这是什么表情？不在意，还是憋着火？为何不告诉我？连我自己都没弄清楚，怎么告诉你？还是说我告诉你，我喜欢他喜欢你的感觉？这听起来不诡异吗？所以我想，我或许该离远些看看。离远些看看之后呢？我认识的谢雪晨，很少追问一件事。你慌了？没有。他满心满眼都是你，你有什么可慌的呀？过几日，我便要回运秀山庄了，到时候你也不必相送。还有，我劝你，一定要先下手为强，早点绝了我的念想，这样便什么都不会改变了。你聊得怎么样嘛？南虚月那些话，我也是第一次听。你生气了？没生气。啊？那今天还下不下山吗？当然下，为什么不下？还说没生气，平时的谢雪晨可不会这么说话。你要不想去就算了。去，落刀子都去。你就这么带我走下山，众目睽睽的，恐怕不好吧？你不杀我，那位素公主已经很不满意了。如今我被散了魔功，就是个普通的灵族了。这悬崖这么高，看得我倒真有点害怕。不过谢雪晨，我想到了一个避人耳目的好方法。你如何？是不是无人看到？下回再这样，我不会借你。哎，我这不是怕你为难吗？
城中认识你的人甚多，今晚是属于你和我的时间，我可不想被人打扰。好啦，这样就没有人能认出你了。走吧。你拍谁的手？加大难度，要不要？好了，一把，第二把，刀在人在，双刀齐飞。他骗人的，我也会。你可是在人界扫场子，是挨揍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被揍过？真的假的？你真被揍过？哎，你跟我说说嘛，你修为那么高，谁敢揍你啊？年少旧事罢了，不许提。不提就不提，反正重要的是现在的你。点心，点心，点心，刚出炉的点心，姑娘尝尝。这个，都要。哎，好嘞。这么喜欢吃点心啊？当年在人间，大哥哥带我吃的第一样东西，就是点心。你出钱对吧？嗯。仙门山下摆摊算命，倒是有些勇气。你是个修士，不像你。姑娘，此言差矣。若论这卜算之道，我们凡人未必会输给那些高高在上的修士。怎么说？他们不过是给修士算命。这修士寿命几何呀？100年、1000年之久，这么长时间，哪怕是胡说八道，8成也能等到应验的那一天了。而凡人，不过活几十年光阴，可远远没有这个耐心。若说的不准，不出1月，保准让人掀了这摊子。有道理啊。就比如传说中的运秀山庄，都说那庄主有通天彻地之能，算尽天下苍生命运。呵呵，这可信吗？这不可信。他若真有如此本事，当年运秀山庄又怎会被灵族报复屠庄？哎，姑娘，想算些什么？姻缘。不知姑娘八字？八字？这可不知道。好吧。姑娘，可将这几枚铜钱置于案上，我来为您解卦。姑娘，你正陷在一段复杂的关系中。没错。那在你看来，这段关系可会有什么变化？没救了。啊！哎呀，姑娘啊，你们这段关系已经走到了死路，我看是不成。俗话说，这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哎，不如您再加几文钱，我给您看看接下来这段。胡说八道！我看你就是胡扯。不用等1月了，我现在就掀了你的摊子。不好意思。啊，我可以解释。我问你，刚才为什么掀人家摊子？
我不喜欢他的结论。他只是一个普通人。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我跟他显然势均力敌啊。散去你的魔功也不见你安分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要让我学会安分呢，只怕1000年还不够呢。所以，你得好好看紧我。喜欢吗？不喜欢，真的？假的。二位吃点什么呀？2碗素面。哎，好嘞，您稍等。谢谢。看你对这家面馆很熟悉，你常来啊？过去常来，只是老板好像换了。 2碗素面好嘞。哎，谢谢。感谢姑娘日前救我老父，这2碗面就算我请你们的了。你父亲？姑娘可还记得几天前在街上帮了一个被小贼偷了钱袋的生病老人？我的钱没了！你该庆幸你在人界，不然你现在已经死了。女侠饶命！滚！谢谢。老爷子，怎么这么大年纪还自己出来买药？家里没人啊？家里有一子啊。不孝子！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我常年患病，家里积蓄都花光了。儿子为了给我挣钱买药，日夜不停地开着面摊，我不想让他再奔波，才自己来抓药的。没事了。那位老人是你父亲啊？哎，那就是我爹。我爹回来以后啊，把姑娘相救的事儿都告诉我了，从衣着气质到年纪相貌，他都牢牢记在心中。我替我老爹再次谢谢姑娘。没事。还有我女儿，听她爷爷讲了这事儿啊，说以后也要像姑娘一样做个大侠。小芳，过来。这孩子害羞，他不敢过来见你们。姑娘，您和您这位……啊，我相公。哦，您和您相公以后尽管来，到我这儿随便吃面，不收钱。既然您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可不客气了。不用客气，那您2位慢用啊。快吃吧，托你的福，吃了碗不要钱的面。谢雪晨，今夜我好像看到真正的人间了。他没有那么好，但好像也没有那么差。小芳，快看烟花！上一次我看烟花还是10年前。那个人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？你的大哥哥。重要，很重要。那你确定你真的能分得清我和他？我有一个很简单，却很准确的分辨方式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我对大哥哥没有色心，但对你有。如途经过万年的雪落，他也一颗双眸光成河。说来仿若浅浅曾爱过，让我人自然的彼此烟波。苍野满阁凭烛光。这人间热闹是热闹，但就是睡得早了些。此时于你而言还算早啊。就是有些可惜罢了。可惜什么？旅程结束了，雍雪城的囚徒该回冰牢才是。你不必回去。那我该去哪儿呢？一直待在吹雪楼，又算怎么回事？我让人给你安排住所。其实，我待在哪里不重要，我也不在意。重要的是，在你心里，我是以什么身份留下的？
偷得半日欢喜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但我更希望你能早些回答我，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走了。只因情伤我，只因地如昨，为我依托。春生剑这是怎么了？这怎么会？莫非是他来了？师傅，发生什么了吗？都给我待在这儿，哪儿都不许去。是。于剑鞘中震荡，是剑在认主。春生剑自母亲死后便传给了我，平素连师傅都不认，剑主还能有谁？桑琪，果然是你！姐姐的春生剑还是没把你忘了。春生，素凝针，也罢，就让我在取出之前，先教训一下你这个猛妇，也让你知道好歹。桑琪，我要替姐姐报仇，拿命来！不自量力。要杀便杀。你怎么是瘸的？在人间，你玩得很开心吗？你就是这样见师傅的？你还是来了。暗狱10年，你该知道背叛的下场。我在做出决定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好后果了。你是我最得意的弟子，我可以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好好想清楚，到底是现在随我回暗狱，还是我杀了这里所有的人之后，你再随我回暗狱？有灵族入阵，为何没有情报？莫玄灵，桑琪，你是南虚院啊？城中的阵法也是你所设的，还不错。我可以不管你做什么，但要把穆玄灵留下。就凭你，恐怕还拦不住我。
开启归离阵法会有些损耗，但还死不了。归离阵法，山中世界可以暂时困住桑启，但并非长久之计。时间紧迫，我必须立刻设阵，送你离开永雪城。以桑启的实力，你困不住他的，别管我了。你魔功散尽，九死一生，被他抓回暗域，即便不死，亦是生不如死。我早就习惯了，这是我的命数，与你无关，不该拖累你。你干什么？放过他，我跟你回暗域。在人界待久了，本事没学多少，却越发变得没出息了。他不是仙盟中人，对你构不成威胁。别杀他。如此说来，永州城的事儿，确实是你们干的。是，一开始确实是为了帮天耀取得龙角，但后来却是为了拯救永州城被困妖怪的性命。其实龙并非传言中那般凶残暴力，而玄门也并非全然正义。我竟不知广寒门在永州如此行事。哎，燕慧，你脑海中的黑气是否还存在？天耀拿剑驱散迷雾森林的黑气时，我尸骸里的黑气已经被一并斩灭了。那就好，只是没想到他还有斩灭黑气的本事。师兄，这黑气到底是什么呀？这黑气是天地间至恶之气，能让人迷了心智。迷雾森林里那只幻妖就是被黑气所蚀，才致如此。幻妖？你也碰到一只幻妖？对，那日我被荆棘树卷走后，你是玄门的人？是。我在找身上有黑气的人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捉迷藏了，捉迷藏了！那幻妖似乎是误将我拉进森林。难道那时候的荆棘其实是想拉白小生，因为师兄身上有白小生的法术，才误将师兄拉了进去？我奉师命调查玄门走火入魔者的下落，但在我找到的修道者中，他们大多并非因修行而走火入魔，而是因为黑气入体。所以我猜测，有人想要利用黑气控制玄门的人。白小生，维慧啊，我是来杀你。如此说来，另一个人他去哪儿了？我见他可以操控黑气，他可是邪修。等我回来。他是，可他却从未伤害过我，反而一直帮助我们。我现在也不知他去了哪儿，估计是身份暴露逃走了吧。此事事关重大，我得立即回陈星山禀报师傅。你一个人在外，我终究还是放心不下，还是跟我一块回去吧。我不是一个人，我答应天耀要帮助他的，不可不信守承诺。罢了罢了，你的事儿啊，我也一同禀报给师傅吧。师兄，谢谢你来看我。你呀，永远是我师妹。你说你走丢了，师兄能不来找你吗？多大的人了，怎么还会走丢啊？照顾好自己。再见。
你身体如如何？我好着呢，从来没有这么精神过。你的伤呢？伤可还疼？午安。先喝粥，再吃药。凤千硕早有叮嘱，西边那片森林很危险，你们怎么还会前去？白晓生看我师兄不顺眼，想把他拐到森林里，然后丢了。然后我师兄就被森林卷进去了，然后白晓生又被卷进去了，然后我就去救人，最后就是你看到的。那白晓生呢？好了。那你师兄呢？回陈星沙了。我的剑呢？我要说他自己飞走了，你信吗？森林里的幻术，你可知是何人所为？这得问他。喂，人呢？人呢？什么人？这个里面住了一只幻妖，怎么没声了呀？幻小烟，小话痨，估计是被吓破胆了，只能等他醒了再问了。我们已在此耽搁太久，是时候离开了。去哪儿？龙谷。龙谷？那不就是你的老家？你要带我回老家啊？我那把飞走的剑，想来也是回去了。你的剑都能自己飞回家啊？这次是强行把它带回来的。取回龙角，玄门势必会增加剩下2个封印的护卫，我得回去驯服赤焰龙牙，增强我的力量。龙牙？你的牙还要被驯服？吃饭吧。哎，你让我看看嘛，是哪颗牙？长好了吗？吃你的饭吧。别看了，长回去了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回来啦？燕回呢？他定是知道跟妖龙作恶要被严惩，所以不敢回来了吧？你莫要乱说。师傅呢？我有要紧的事儿要禀报给他。师傅还没回来，但是怪得很。大师兄，昨晚守可斋星辰突然雾气笼罩，难以辨认景状。有长老前雪霄上去询问情况，也未得到任何回应，也不知道现在上面什么情况，只得静观其变了。刚才那是什么？龙骨灵气。灵气还能飞，还能笑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龙骨灵气充沛，以前还能凝聚成小精灵。精灵？他们曾与我在此生活了上千年。龙主今天好帅呀！废话，龙主哪天不帅啦？我的意思是，龙主比昨天更帅，更威风了。那时的龙骨比现在更美，只可惜后来罢了，过去的事便不提了。哦，前面是龙骨入口了吗？到了。绝情谷，你这龙骨改名了？之前并未有此牌，
龙骨内莫非有他人进入？这棵树，我好像以前见过。你见过？嗯。我幼时未入晨星山前，与妖怪特别有缘，总是遇见各种各样的妖怪，有救过我的，也有想吃掉我的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被一个很厉害的花妖怪追杀，似乎就是逃到了这里。那天是凌霄救了我。子辰，看好他。话说，这棵树，我那天还把它烧了呢。想起来也是挺对不起你的啊。你把这棵树烧了？那天大师兄也在，那个妖怪不肯善罢甘休，还想要杀了我们。我那时一个心急，不知怎的，竟赶到我师父出手之前，放了一把火。从今往后，陈星山便是你的家，我便是你的师父。10年过去了，我只记得凌霄带我回晨星山，然后其他的妖怪什么的都不记得了。要不是今日，如此说来，当年我能放出那个火，是因为我身上有你的护心莲。啊，杨辉，我该好好谢谢你。谢我做什么？20年前，宋颖用五行阵法将我封印，以水困骨，以土压脚，以火灼筋，以金裹心，以木复魂。杨辉，是你将我从这复魂墓中放了出来。你说，这是素影封印你龙魂的复魂墓？原来，早在那时，我们的缘分就已经开始了。若不说，谁能知道这里面封印着天耀的龙魂？谁又能知道我们之间的渊源竟这般的深？倒也是缘分啊！你的护心灵救了我的命，而我呢，又在这儿放了你的魂。若非10年前我的龙魂得以从此处逃生，我如何能够寻得龙骨之气？如何在铜锣村假扮那个痴傻少年？又如何苟延残喘至今，还寻得龙骨与龙角？杨辉，原来你才是我可遇不可求的起点、开端，还有转折。这是我不幸中的万幸。你要我该如何不谢你？我们2个之间的恩怨已经搅在一起，分都分不清了。嗨，不过我大方，等你以后飞黄腾达了，一定要把欠我的钱还给我就是了啊！杨辉，若我这一生真能有那安稳一日，我知财富
尽是你囊中之物。能把你所有钱据为己有的女人，只能是你的妻子。我只要我应得的。走吧。禀告公主，外面有摩梭之客，准备应战。站住！来者何人？你们是谁？我乃慈谷谷主，尔等宵小，不得乱入我谷，还不速速离去！尤其是你，你这个看起来就让人讨厌的玄门女人，你才讨厌呢！他说他是谷主哎。你们是谁？何时来到龙谷？瑞瑞，他们知道这里是洛川龙谷。你们果然图谋不轨！我誓死捍卫洛川龙谷这片净土，不让歹人踏入！我跟你们拼了！我坐这儿。好了，完了，他要杀我！你们快跑！求你们不要杀我的谷主，求求你不要杀他们！我没有要杀他，是他要打我。那你们放了我们吧！我知道你们是来找神剑的，神剑就在……唐梦，不能告诉他们，龙主的赤焰龙牙就在雪峰之上。我们是守剑人，我们誓死为龙主守剑。哪儿找的守剑人？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。谁让你们守剑？你们为何会守剑？我们洛川龙谷精灵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。20年前，父母离世前，最后叮嘱我们的就是为龙主守剑，等龙主回来。你们父母？原来，你们是那场灾难幸存下来的小精灵。哎呀，你们不是要等龙主回来吗？他就是龙主，你们不用守剑了。你们知道龙主长什么样吗？我不知道。我隐约记得我阿娘说过，很高、很帅、很威风。哎，你们看他像吗？他不像啊。确实看起来不像，他都没有脚呢。脚？哎，给他们变个脚，快点。哇！这也不能证明。我们见过陆鲸，陆鲸也有脚的。对，陆鲸也有脚，水牛也有脚。哎，莲魂，罢了，带我取回剑，他们便会知晓。对呀，他之前回来取过剑，你们见过他吗？不可能，这个月都是我守剑，我保证绝对没有人靠近过雪峰。我每天晚上眼睛都睁得可大了，我每天都从天黑守到天亮，根本就没有人。而且现在剑还在雪峰上呢。这个针好像变矮了。不过是我，一夜之间就长高了。反正我不能让你们进去。哎，站住！当然，我们打不过他们的，还是先保存实力，想想别的法子吧。走。还不快追！
是。这龙骨原来这么漂亮，以前更美。可是这纸房子会不会不挡风啊？又没让你们住，还挑什么？我就要住，偏要挑，我还要挑个大的住。不挑不挑。哎呀，我们两个呢就住一间房，也占不了多大的位置。8万间我们就走啊。那就这间吧。你竟然还看中了我们谷主的房子，休想！又不是白住你们的。那这个呀，给你们当报酬啦。这个戒指好像有点好看。谷主，要不我们就让他们住吧？谷主，你也太容易就被收买了吧！我方才那瞬间盘算过了，龙主的赤焰龙牙以前也不是没有人去拔过，谁成功了，谁成功了，反正最后都会失败。与其和人们斗得两败俱伤，还不如让他们自己放弃。也对，反正龙主的赤焰龙牙只能由龙主拔出。你看天天聊好不对就当热，凡事不要想太多。一路随风漂泊，纵情湖光山河，三千烦恼奈我何？都说天机难测，来去匆匆过客，遇事不要管太多。可是如果注定飞蛾扑火，湖水冷淡又如何？这些小精灵看起来傻乎乎的，住的地方还收拾得挺温馨的嘛。天耀，今天晚上你睡床，我就在旁边打个地铺，你好好休息吧。这么客气？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什么？月圆之夜。原来你记得比我还清楚。你上次拔剑还受了伤。既已回到龙谷，有一件事情，我今晚必须要做。我陪你去。元月之日，共祭亲友，愿血亲在天之灵安详宁静，与我等同守龙谷，共待龙主归来。共待龙主归来。龙主，我们合力送了你一个礼物。龙主守护龙谷，庇佑我们。我也希望这把剑能在重要的时候保护龙主。龙主剑练好了，我希望你以后要更努力的练功哟。我希望龙主是天下最厉害的龙。笨蛋，龙主是天下唯一的龙，就是最厉害的。月圆之夜，他们因我而死。
会成。天耀，天耀，天耀，你之前不是说靠近护心灵会好受一点吗？这是我应得的。我陪你吧。你出去，离我远点。我不想让你看见如此丑陋的我。天耀，真正丑陋的，从来都不是你，而是那个伤害你的人心。天耀，天耀，你这样可怪让人心疼的。天啊！天啊！这场婚礼就是你的丧礼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天耀，你醒了，还疼不疼？不疼了。啊，没事就好。那我再睡会儿。你去哪儿？八戒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不了，你休息，我自己去。不对劲，还是跟去看看吧。禀报公主，那个男的上雪山去了。再探，再报。我还没说完呢，那个女的也追去了，他们看起来鬼鬼祟祟的。鬼鬼祟祟的？为什么？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拔剑，我是不担心的，就怕他们是不是……对啊，他们……公主，龙骨威仪啊！
力量，才能早日报此血仇。我们应该不能上去吧？上次我多上了几步，我的手指头都被风雪划破了。我们还是就在下面等吧。哎，站住！又是这个讨厌的宣门女人！你说谁呢？你过来！跑什么跑？跑什么跑？哎，跑什么？放开！放开我！我可以放了你们，但你们得告诉我，这附近山头哪里有可以治疗烧伤的草药？我就知道，上面那个已经撑不住了吧？哼，还是我们谷主神机妙算，你们真是不自量力。我们龙骨的赤焰龙牙，只有像龙主那样拥有赤诚之心的人才能拔出来，强行拔剑，一定会被灼烧的遍体鳞伤。赤诚之心，不知道了吧？赤焰龙牙虽是龙主以龙牙所铸，但却附加了我们龙骨所有精灵的祝福，那是守护之剑。心中有杂念的、有仇恨的、充满功利的人是不配持剑的。我奉劝你们早日死心吧，早日死心吧，死心吧，死心吧！姐姐，那个你们进来的小道西边的山壁上，有一种开兰花的玲珑草，能治灼伤。哎呀，别说别说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哎，快点走快点走，走快走！天耀背负了这么多，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呢？这个女人好像找到了药，在帮那小子熬呢。她一遍又一遍的在捞什么呢？看起来就很繁琐的样子。好似在偏药末，这得慢慢做。那个姑娘好像很在乎拔剑的那人。一个玄门人和一个鹿妖，这两人莫不是主仆？那谁是主，谁是仆？天耀，我给你带了一些药，这个是外用的，这个是内服的，趁热喝了吧。你哪来的药？我采的。你去采药了？啊，趁热喝吧。那你好好休息啊。耀辉。叶子，还有吗？小心点，别踩坏了。我来梳吧。一为一条偷偷汹涌，情不自禁温柔。在我们玄门，只有丈夫
才能给妻子梳头。点滴都是情书。算了，找他又能解释什么呢？我对他的情绪是不是过于在意了？想念化为天上的云，悄悄替我爱你，洒满了星空思念，我不曾怀疑。我给你带了一些药，这个是外用的，这个是内服的，趁热喝吧。等些，不能再想这些。赤焰龙牙，你有精灵们的祝福，该当理解我想为他们复仇的心情。为何你还抗拒我？你所谓的赤诚之心，究竟是什么？方才他们那举动是传说中的恋，不能说。我们龙骨绝对不允许说出这2个字。对，我差点失言了。可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是……嘘，我们龙骨绝对不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。当年就是因为龙主动了心，才会招来灾难。我们一定要拆散他们。首先，就不能让他们住在一起。我喜欢上他了，我不喜欢他，我已经喜欢上他了。对，我已经喜欢上他，我已经喜欢上他了。哎，我完了。玩啥？怕什么呀？喜欢一个人就去追啊！没错，等他回来，我就去告诉他。可是，我不知为何，就是很喜欢你。我此生不会再爱上任何人。不，这次不能那么莽撞了。上次我种狐媚香的时候，已经被他拒绝过1次了。这次我要精心策划，好好想一想，要动脑子，怎么样才能让他接受我澎湃的爱意？如果要追一个人，就得知道他喜欢什么，了解他喜欢什么，然后投其所好。知道黄龙。昨天晚上是我的情绪。没事儿，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，人总要往前看的嘛，不是？你不介意便好。哎，我不介意，但是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你说。你喜欢吃什么？吃什么？我不喜欢吃。啊？还有人不喜欢吃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
算了。第二个，你喜欢喝什么？你不会也没有吧？你看啊，比如茶、酒、山上的冰川、湖里的碧水、远方的露珠，选一个吧。露珠吧。露珠。哎，等，你最喜欢的颜色呢？没有。没有。黑色是不是？你总是穿黑色的啊？今天没穿。黑色。那个什么，你最喜欢的天气是什么？随意吧。不能随意。今天。今天是晴天。哎，站住！怎么了？你们又想赶人啊？我们打不过你，我们认，但是我们不能任由你们继续住在一起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住楼下吧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俩住一起就行。不行，你就得搬。为什么非要搬啊？你就得搬。我们龙骨不准人谈情说爱，你要是谈情说爱，就不能在我们这儿谈。谁谈情说爱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早上你放开他！你放开他！好，我搬行了吧？你搬就好。我们这儿是龙骨，又名绝情谷，像昨天晚上那种梳头什么的举动不需要。走。我就说他们怎么瞎说呢，原来是误会了呀。哎，这纸房子看着也不太牢固，我就搬下面来吧。你之前不是也不愿意跟我待着吗？不如我搬下来吧。不用了，我住下面吧，被子都在这儿。确实不太喜欢跟你待着。